前面两期我们讨论了巫术思想理论化的总论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今天我们进入第三个，也是抽象程度最高的理论形态——象数哲学。如果说阴阳学说提供了一套二元对立的宇宙法则，五行学说提供了一套五元分类和深刻循环的宇宙模型，那么象数哲学提供的东西更加根本，它试图用数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天有10日，人有10指；天有4季，人有4支；一年365日，人有365节。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都属于象数哲学。为什么古人相信这些对应不是巧合，而是宇宙的内在规律？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在哪里？它又如何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医学、天文、历法乃至政治理论？让我们从象和数这两个字说起。象和数这两个字最经典的出处是《左传》西公15年，原文是这样说的：龟，象也；是，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资，资而后有数。这段话区分了象和数的两个不同含义。前一个龟象是龟甲占卜所呈现的纹路，叫做象；蓍草算卦所用的数目叫做数。它们是卜筮过程中随机获得的，被认为蕴含天机，可以判断吉凶的符号。但后一个物生而后有象，资而后有数，则是事物产生以后就有了形象，形象繁衍以后就有了数量。这里的象和数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表象和数量。展银新教授从《左传》这段话中读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前者的象数指的是一种符号，也就是归照施测之数，用来象征客观事物，所以它的象征意义是人为的，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物生而后有的象数指的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具有明显的客观性。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如果不分辨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象数思维的真正特征。象数哲学的根本做法就是用前者那种符号性的人为的象和数去解释和对应后者那种客观事物的象和数，它将主观的象征当作客观的联系，这正是巫术思维进入理论领域的一条隐秘通道。展教授对象数哲学给出了一个精辟的定义，这是一种思想方式，它通过对两种事物之间象和数的联系、形象的相似或数量的相当，来解释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关联。天有日月，人有两目，这是以形象之相似，把人的两眼与天的日月联系在一起。天有40，人有4肢，这是以数量之相当，把人的4肢与天的4季联系在一起。天有10日，人有10等，这是以数量之相当，把社会的等级现象与天道联系在一起。在象和数两者中，象比较直观，形象的联系早在原始时代就已经成为互慎思维的重要中介，而数更加抽象，它的系统化运用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成为流行的思想方式。对于哲学家而言，数量的联系更加抽象，更具有神秘性，从而也更为重要。让我们来看《周易·系辞上》中一段极为经典的表述：大衍之数50，其用40又9，分而为2，以象2；卦1，以象3；奢之以4，以象40；归基以乐，以象闰。5岁在闰，故在乐而后卦。这段话的用意在于把卜卦的施草操作方法跟古人对宇宙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取50根施草，只用49根，把它们任意分成2份，这叫分而为2，象征天地。从其中一份取出一根挂起来，这叫卦1，象征天地人三才。4根地数出来，这叫奢之以4，象征春夏秋冬40。把余下的夹在指间，这叫归基于乐，象征历法中的至闰。5年之中有2次闰月，所以又要第2次夹余数。在这里，数本身就有象，1分为2，象征天地，再挂上1，就象征天地人。除数4，象征40，余数象征至闰。数的操作被理解为宇宙运行的缩影，这不是占卜的技术细节，这是一种宇宙观。数中预象的观念在老子中也有经典表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里，一指混沌，二指天地，三指天地人。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些数字的含义不需要特别注释，就可以凭着常识来理解。1、2、3不仅仅是数字，它们本身就有宇宙论的含义。你不能换一种数字排列，不能说道生2，2生5，5生万物，因为每个数所象
象征的事物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社会共识，这就是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詹教授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观念的认识论根源。他引用列维布留尔的话说，原始人每当他想到作为树的树时，他就必然把它与那些属于这些树的，而且有于同样神秘的互渗，而正是属于这一个树的什么神秘的性质和意义一起来想象。树从来不是纯粹的树，树天然就和某些事物联系在一起。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基本的树与基本的物质之间的联系模式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这就是所谓的常数有常象。詹教授为我们整理了一张常数的对应表：一代表天，或称太一；二象征天地阴阳乾坤；三象征天地人；四象征四时；五象征五阴或五行；六象征六律；七象征七曜或七星；八代表八风；九代表九土或九天；十代表十日及十天干；12代表12辰或12月；30为积月之数；60为甲子之数；365为鸡年之数。任何事物只要它的数量与这些常数之一相符，它就被认为与这个常数所象征的事物具有内在联系。一个人的12根大骨节对应12月，不是因为解剖学上有什么共同之处，而是因为都是数字12。365块骨节对应365日，不是因为每天造一块骨头，而是因为数字相同。这就是象数哲学的核心逻辑。象数哲学最精彩的运用，或许是在古代人体学说之中。它不是在算卦，它在解释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有男女差异，生命为什么有节律。淮南子精神训这样描述人体的天人对应：